穿越斗罗，我觉醒每年自动升1级魂力的金手指，本想佛系躺平，自动升级魂力，然后稳步成神，然而却意外捡到重伤昏迷的毒斗罗、独孤博，还被重生而来的妩媚狐狸和圣洁天使认作未来老公，自此开启躺赢且自带顶级靠山的成神之路。当唐三还在诺丁学院靠着打铁维持生计，我已经靠着金手指和独孤博庇护，在魂世界横着走。我不仅当面吐槽唐三已有屈死之道，还把原属唐三的仙草和诸多机缘统统抢走，走唐三的路，让唐三无路可走。此时天斗帝国魂师村，叮一声轻响在脑海中响起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瞬间坐起，脑海中的声音继续响起，魂力提升1级，又提升了1级，这是第6次了。在斗罗大陆6岁是决定命运的一年，所有孩童将在这一天觉醒武魂，从此踏上魂师之路。穿越者标配的金手指，我自然也有，而且这金手指既简单又夸张，每过1年我的魂力便会自动提升1级，只是不确定现在的时间点。现在已知的情报有2点：一，魂师村处于诺丁城周围；二，武魂殿会派人来帮助平民们觉醒武魂。这个时期的武魂殿还在活跃，这让我心里隐隐有几分不好的预感。不会和屈死有到唐三爷一个时期吧？咚咚咚，伴随着敲门声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：“小林，起床了！”我打开门，只见一个精神抖擞的老人。今天会有武魂殿的魂师大人来咱们魂师村，帮助年满6岁的孩子觉醒武魂。小林，你打小就聪明，是我最看好的孩子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尊贵的魂师。那是当然，我一定会成为魂师村最伟大的村长，让村民们都过上好日子。哈哈哈，好，我等你接我的位置。汤姆爷爷，稍等。我转身去了隔壁房间，里面躺着一个绿色头发的老人，他的皮肤有些病态的苍白，穿着墨绿色的长袍，整体有几分阴冷的气息。只是那长袍上有明显的破损，好几处缠着的纱布上透着暗红，明显受伤了。我小心翼翼地为老人换药，然后为其做简单的清洗。3天前，我上山采药，遇到重伤昏迷的老人，就感觉对方外表挺像独孤博，便叫了几个村民将其带了回来。我为老人盖好被子，转身离去。多亏了汤姆爷爷的药，估计这2天就会苏醒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2人不知道的是，老人的手指突然颤了颤。村子的中央广场已经聚集了上百看热闹的人，村民们相互议论，家里有适龄孩子的大人神色中满是期盼。武魂殿的大人来了！众人扭头看去，那是一个青年，20多岁，剑眉星目，极为帅气，一身白色劲装，身后是黑色披风，胸前正中央的位置有一枚徽章，上面写着魂字，这是武魂殿直属人员的标准装扮。左胸处还有一枚徽章，上面雕刻着3柄长剑，这代表此人是魂师的第3个等级，大魂师，而且属于战魂师。素云涛大师，您终于来了！我腿一软，差点跪下磕一个，居然是传说中的瞎眼斗罗，看来真和唐三一个时期。我还要去其他几个村子，现在就开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孩子们加油！加油！魂师村此次觉醒的孩子一共有7个人，现在已经紧张的说不出话了，只有我挥动小拳头回应汤姆村长。素云涛看了我一眼，微微一怔，这个孩子有点不一样，他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，而且他看自己的眼神为什么那么古怪？左右不过是一个小屁孩。素云涛没有多想，他带着孩子们走进屋内，将6颗乌黑的石头在地上摆出一个6角形，然后示意我上前。孩子，我叫素云涛，是你们的领路人，我将对你们进行武魂的觉醒，记住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害怕。好，独狼附体。素云涛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，一道淡淡的青光从他眉心释放，一头黑色的长发逐渐变成了灰色，并且快速成长，就连双臂上也被灰色的毛发覆盖。他的身体在膨胀，充满了力量感，个子也拔高了不少，尖锐的指甲从食指上弹出，闪烁着寒芒，2道光环从脚下浮现，围绕他的身体不断的徘徊。这就是兽武魂附体，一个10年的白色魂环，一个100年的黄色魂环。孩子，不要怕，这就是我的武魂独狼，日后你们有机会成为魂师，也有这样的能力。素云涛双手快速拍出，6道淡绿色的光芒飞进石头内，顿时1道金色的光华释放，形成一个保护罩，将我笼罩其中。我的身体颤抖，表情古怪，怎么说呢？快到临界点了。伸出你的右手。我下意识的照办，瞬间所有的光芒聚集在一起，紧接着一尊金色的庞然大物出现在身后，那是一头金色的蜘蛛，它表情威严，8条腿闪烁着寒芒，仅仅看一眼便让人不寒而栗。它仰天发出一声嘶吼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。这是顶级兽武魂。素云涛身躯一阵颤抖，武魂附体的状态都差点维持不住，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绝对压制。而另一边，昏迷中的老者猛地睁开眼睛，凌厉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警惕，他坐起身体，看着四周，表情古怪到了极致。这是哪里？刚刚那是武魂压制。不知相隔多远的庄严大殿中，一位绝美女人神色异样。这种感觉是诞生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真是该死！孩子，快把手放上去，看看你的魂力！素云涛激动地拿着水晶球，双眼满是期待。我一言照做，顿时水晶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先天魂力7级。素云涛微微一怔，看那武魂仿佛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气势，不应该只有7级。我也是若有所思，看来是自己从汤姆爷爷那里得到魂力修炼方式后，每年都会修炼几天，如此魂力就提升了1级，不然自身很可能是先天0级魂力。孩子，加入武魂殿吧，你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大师，您先帮其他人觉醒武魂吧。觉醒个锤子，其他人现在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。先天7级的魂力，顶级兽武魂，这妥妥的魂圣种子。
运气稍微好点，魂斗罗有了，封号斗罗都能冲击一把。孩子，相信我，加入武魂殿真的是所有平民魂师的出路。我顿时头疼了，自己之所以不天天修炼，就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况。武魂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去处，问题就是有唐三他们啊，用不了30年，武魂殿就被人家灭了。自己进去后表现越出色，死得越快。最好的选择是加入一个学院，几年后毕业，当一个自由魂师，远离大事件的爆发地。等唐三成神后，自己再成神。素云涛大师，我本人倾向于武魂殿，但是能给我点时间考虑吗？这是终身大事。我明天再来一趟，你一定要好好考虑。素云涛这才开始为其他人觉醒。武魂锤子、蓝银草、镰刀、土狗、鸡，全部是普通的武魂，并且没有魂力。对此，素云涛神色如常，早就预料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大师如何？只有一个孩子拥有魂力，还是先天7级，而且应该是变异的顶级兽武魂。谁？就是这个孩子。村长，咱们也是老相识了，你一定要劝劝这个孩子，让他加入武魂殿，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大量的资源，获得最好的教育，甚至被魂斗罗大人收为弟子都不是不可能。素云涛大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劝他。孩子，我明天再来，你一定要好好考虑。是，素云涛大师，刚刚听您说，以为又一个先天满魂力。前几天我帮圣魂村的一个孩子觉醒，那孩子先天满魂力，可惜武魂是蓝银草，根本不能修炼。实锤了，不但和唐三一个时期，觉醒的武魂都是前后脚。可惜三爷觉醒的时候自己不在，果然一定让素云涛掰开他的左手看看。最终素云涛1步3回头的走了。当我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却有一种冰寒的感觉，仿佛被毒蛇盯住了。好敏锐的小鬼，过来吧！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大步走进小屋，看着床上的老者，为他倒了杯水。老爷爷，你醒了。小鬼，你救了老夫。我只是在山上发现受伤的你，救你回来的人是魂师村的村民。这么说，老夫的恩人是一个村子的人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我们村子热情好客，就不用老爷爷报答了。老夫独孤博是一名魂师。小鬼，你的体内有魂力，看你的年龄是刚刚觉醒武魂吗？果然是独孤博。根据时间线，他现在即使不是封号斗罗，应该也只差临门一脚。小子今天觉醒武魂，先天7级的魂力。小鬼，释放你的武魂，让我看看。我一脸不在意，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巨大的金色蜘蛛出现，他盯着独孤博，眼神带着睥睨。独孤博表情变幻不定，看向我的眼神彻底不一样了。如果能收服这个小鬼，自己孙女在未来岂不是会多一个强大的帮手？独孤家族也将变得更加强大。小鬼，你救了老夫，老夫不是好人，却也懂得知恩图报。说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老夫能做到，绝无二话。小子所为绝非为了回报，你不为回报，老夫却不能欠你一个小鬼的人情。说吧。那么，请前辈答应我3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请前辈给我100金魂币。多少？小鬼，你是不是不太懂行情？小子明白，武魂殿会给魂师发放补贴，魂师1个月1个金魂币，大魂师1个月10个金魂币。那你就要100金魂币，你是真不贪啊！第二件事，我希望老爷爷为我寻找一个合适的老师，最少魂宗级别。那第3个条件呢？请老爷爷为我选一个合适的初级魂师学校。小鬼，你知道先天7级的魂力，顶级兽武魂，这代表什么吗？天才。那你还提3个这样的条件，铁定会有一大串贵族和魂师跑来抢人。70多级的魂圣为了抢你，都会打出狗脑子。多少大贵族眼睛都不眨的拿出100万金魂币，几个带着皇家前缀的学院，铁定都会出手。退1万步，就算不去天斗城，留在诺丁城，这里同样有魂师，有贵族，有魂师学院。小鬼，你是不是看不起老夫？老爷爷，您怎么会这么想？在您看来，我救了您的命；在我看来，我只是喊了几个人把您从山上搬下来，每天给您换一些草药，仅此而已。您如果能完成那3个条件，我已经赚大了。你当真这么想？当然，老爷爷，您答应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武魂殿？你不是说武魂殿的执事多次邀请你吗？怎么和武魂殿有仇？您老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平民小子有那资格和武魂殿结仇吗？罢了，你随我去天斗城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好学校。其实不用去那么高大上的地方，普通一点的城市就行了。大城市消费高，加上老爷爷您给的100金魂币，我也就不到110个金魂币，用不了2个月我就得去要饭。该死！闭嘴！别给老子提那100金魂币！现在去收拾东西，明天一大早随我离开。一股无形的力量出现，狠狠地拍在我的屁股上，将人拍了出去。第二天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的就是独孤博
伯的臭脸。老爷爷，您这是……我神色愕然，看了半晌才回过神，自己被独孤博扔进了马车里。独孤博哼了一声，我的3个条件着实恶心到他了，就感觉一口气上不上下不下，干脆一大早收拾东西走人。我耸了耸肩，安静地坐在一旁研究武魂。金色的蜘蛛，顶级兽武魂，浑身仿佛穿着盔甲。武魂的名字就叫金甲蛛王吧，记得汤姆爷爷说过，是从一头金色的蜘蛛魂兽嘴里救下了自己。怎么感觉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将一切都安排好了？小鬼，老夫要和你好好聊聊昨天那3个条件。独孤爷爷，您别纠结了，小子知道以您的身份，认为那样的3个条件对您是一种侮辱，但您要考虑咱们的身份不对等，我怕提的条件您直接弄死我，毕竟我在您眼里和蚂蚁也差不多。放屁！老夫告诉你，老夫是封号斗罗，封号毒，老夫会为难你一个小鬼吗？这真难说，一个封号斗罗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将一个村子毁掉，这很难吗？所以你提出那样的条件，是因为怕死？那倒不是，这样的3个条件对小子的帮助最大，而且小子对您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大。好吧，谨慎的小鬼，不过你这么好的天赋不能浪费了，我会推荐你进入天斗皇家学院学习。至于老师，老夫认识一位雷霆斗罗，甚至老夫自己都很乐意收你为徒。谢谢独孤爷爷的关心，不过我很容易满足，您就给我找一个魂宗当老师，随便安排一个初级魂师学院就行。不想拜师是吧？你这个徒弟，老子收定了。在你看来，对老夫的帮助不大；在老夫看来，你就是救命恩人。你放心，为师肯定会好好的教导你。独孤博大笑一声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瞪圆了眼睛，这家伙对自己做了什么？身体僵硬，不能说话。他这是恩将仇报。看来你不反对。乖徒儿放心，回到天斗城，为师就给你送见面礼。这时我又能动了。独孤爷爷，你叫我什么？老师好。真乖。拜师独孤博，这是什么鬼展开？众所周知，独孤博属于唐三少，没有独孤博，唐三上哪里找仙草？没有仙草，你让他怎么成神？唐三的先天魂力绝对不是10级，他是从小修炼到了10级，我估计他应该和自己差不多，先天处于7级或者8级魂力，所以没有仙草，他绝对无法完成最后的蜕变。我突然涌上一股危机感，一直都有一个说法，唐三少之所以能转世到斗罗大陆，是因为修罗神老早就相中了他，为他铺路，自己乱入进去，修罗神不会干掉自己吧？小鬼，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怎么一脸纠结？拜老夫为师让你这么难受？怎么会？能拜师封号斗罗，那是我几辈子的福气。我在想我的武魂，作为你的老师，确实该指点指点你。来，亮出你的武魂，让为师好好看看。武魂附体，一瞬间我的皮肤充满了金属的质感，眼睛依旧是黑色，却更加幽深，8根尖锐的长毛从身后破体而出，在空中闪烁着寒芒。为师的武魂碧鳞蛇皇由碧鳞蛇变异而来，属于顶级武魂，但是你的武魂却能压制为师。为师先天魂力接近9级，你却只有7级，你应该先天满魂力才对。武魂压制会不会是因为武魂相克？蜘蛛克制毒蛇吗？蛇克蜘蛛还差不多。小子，全力攻击我！您小心！我操控一只猪毛闪电般刺去，独孤博轻松拿捏，只是在接触的刹那，忍不住惊疑一声，一股巨大的力量让他都差点没抓住。这蜘蛛难道是力量型武魂吗？此外，独孤博看了看掌心，那里有一道明显的白痕，他可是封号斗罗，却差点被一个7级小鬼破了防御。他抬起手捏了捏我武魂附体后的皮肤，很柔软却又充满韧性，仿佛穿了一层软甲。巨大的力量，坚硬的外壳，锋利的攻击，剧烈的毒性，这武魂潜力巨大。独孤博的眼睛越发明亮了，他不再纠结先天7级魂力的事，而是认真教导，告知了一些魂师的基础知识和战斗技巧。不知不觉中，诺丁城到了。这是最近的城市，咱们需要补充一些必备品，然后直接返回天斗城。我来了精神，按照时间线推测，唐三大师和唐大锤此刻都在这座破旧的小城市内。怎么想出去走走？有一个地方我确实想去看看。不久后，诺丁学院门口，这位小兄弟，我们从圣魂村来，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工读生，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？站在老杰克面前的门房却是阴阳怪气，根本看不上这一老一小，双方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开始加剧。终于恼怒的门房直接动手了。恰在此时，跟在老杰克身边的瘦小身影抬起左臂抓住了门房的手，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卸掉门房的力量。当众人回过神时，门房已经坐倒在地。臭小子，找死！好了，住手吧。正在这时，大师登场阻止了门房的动作。几人简单的交流之后，门房唯唯诺诺地退到一边。老杰克返回村子，大师则带着唐三走进学校内。这一切全部落在躲在一旁的少年和老人眼中。走吧，老师。你不会就是来看刚刚那一幕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想看看诺丁学院。匹马拉扯日夜兼程，独孤博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天斗城。他这一次出来的时间超过了预期，显然有些急切了。我猜测很可能是因为独孤雁。老师，我魂力8级了，多谢老师这些天的
的谆谆教诲，小子才能提升这么快。不错，乖徒儿的天赋就是好。既然如此，平时的训练量需要增加一些了，最好多一些实战。我的笑容一下子凝固在了脸上，光想着刺激对方，结果把自己往进去了。他这是要合理合法的揍自己啊！此时独孤府一个娇小的身影猛地扑向独孤博，独孤博笑得门牙都露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小燕燕，明明长高了，怎么还是这么轻？又没有好好吃饭吧？爷爷，您这一次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燕燕想死您了。哎，别提了，出了点意外，差点回不来。多亏了这小鬼救了老夫这条老命。独孤雁惊呼一声，看向我的目光立刻变得不同。谢谢你救了我爷爷。燕燕，他叫任小林，爷爷新收的弟子，以后会住在咱们家，你也会多一个玩伴。三人一起走进独孤府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正恭敬地等候。他叫蛇山，我的管家，66级控制系战魂帝，武魂是蛇血藤，负责整个独孤府的运转。你有什么事找他就行。管家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任小林，我记得燕燕的小院旁边还有一座院子，你给他收拾出来。是。蛇山恭敬地应了一声，又对着我行了一礼。小林少爷，蛇爷爷好。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？这位，师叔。你叫小林师弟就行，你们俩以后就按年龄不按辈分。我古怪地看着独孤博，亲爱的老师，咱俩不会想一块去了吧？我在独孤府的生活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独孤雁显然很开心，现在他总算有小伙伴了，因此最初的几天总是黏着我，就差睡到一起了。看得独孤博眼珠子都绿了。独孤雁，18级控制系战魂师，武魂碧鳞蛇。独孤雁的一双绿瞳变得冰冷无情，颇为修长的双腿缓缓融合，化为一条柔软的蛇尾来回摆动，头发似乎也变长了不少，整个人显得柔弱无骨。同时，一枚黄色的魂环在他的尾巴上上下律动，增添了一份魅惑。任小林，8级强攻系战魂师，武魂金甲蛛网。我迅速完成武魂附体，力量有了明显的进步，对于武魂的掌控也越发的纯熟。附体之后，我浑身金灿灿的，8根尖锐的蛛毛从身后破体而出，足足有2米多长，在空中闪烁着寒芒。我率先攻击，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独孤雁面前，一根长矛直直的刺向对方。独孤雁的身体诡异的扭曲一下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了蛛毛，然后对着我喷出了一口绿色的气体。我刚想后退，突然身子一顿，迎面而上。燕燕的毒虽不如我，却绝不好惹。小林居然避都不避，是魂力太低，想快速结束战斗吗？急速的破空声响起，我留下2根蛛毛稳住自己的身体，另外6只全部刺向独孤雁。独孤雁的第一魂环明亮一瞬，第一魂技碧鳞红毒，此乃亢奋之毒，开战前释放提升己方20%的力量。独孤雁身体再次扭动，6根蛛毛的攻击居然全部落空。师弟，你输了。独孤雁下一刻居然顺着蛛毛缠来，只是他刚刚攀上蛛毛，身子一下子僵硬在了原地，最后啪嗒一下摔在地上。燕燕，独孤博一个闪身出现在独孤雁的面前。怎么了？燕中毒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刚刚独孤雁攀上蛛毛想攻击我的时候，被蛛毛上的倒刺划伤了。虽然知道金甲蛛网有毒，可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厉害。独孤博在独孤雁的身上连拍几下，又释放大量的魂力将它整个包裹。独孤雁身上被倒刺划伤的细密伤口处立刻流出了丝丝黑血，刚刚接触到空气立刻开始淡化。我用鼻子嗅了嗅，不像独孤雁的毒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反而是无色无味。脸色惨白的独孤雁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看向我的目光不禁多了一抹惊骇。爷爷，师弟他……我知道，小鬼，你不光是强攻系魂师，你也能当敏攻系魂师，甚至控制系魂师。我点了点头，目光却注视着刚刚恢复的独孤雁，眼中全是担忧。独孤博眼角一阵跳动，朝着我的脑袋就是一个暴力。爷爷，您干什么？不是您让我们2个好好相处吗？怎么又不行了？行，当然行。那明天安排这个小鬼和你一个学校，怎么样？我已经从初级魂师学校毕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这个小鬼已经8级了，你认为他获得第1魂环需要很久吗？估摸着也就半年左右，不如直接去中级魂师学院。不用了，老师直接安排魂师教导我吧，不想去学校。当然，天斗皇家学院那边，我想去阅读他们的书籍。师弟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我要和师弟一起，咱们以后就在家里学习。我会让蛇山给你们安排好的。谢谢爷爷了。看着2人的背影，独孤博久久不动。蛇山缓步来到他的身边，调查有结果了。说，小林少爷的身世很干净，3岁的时候被魂师村的村长汤姆捡到，抚养至今。中途他没有离开过魂师村，村民们对这孩子的印象就是好学。魂师村仅有的几本书几乎被他翻烂了，而且我派人调查过，整个大陆所有的蜘蛛武魂几乎和小林少爷都没有关系。几乎
蜘蛛武魂其实很普通，很多平民都会觉醒，但有传承的蜘蛛武魂和小林少爷的差别巨大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不过据说当今武魂殿的教皇比比东的武魂也是一头蜘蛛，但是他的资料我们根本查不到，只知道是黑暗属性。给2个孩子安排魂师老师教导基础吧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。属下明白。蛇山为我安排了2位魂师老师，一位52级强攻系战魂王，一位55级敏攻系战魂王。平时不主动教导，大多数时候让我自己在书库内看书，等到我有疑问了随时解惑。老师，我的魂力到9级了。独孤博一个闪身来到我身边，抓住我的胳膊感知了一番。怎么可能提升的这么快？小子，你不会是胡来了吧？因为我的武魂金甲蛛王那8只蛛毛拥有吞噬能量的作用。前几天你让李明对你的武魂释放寒气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对，李明是2位老师之一，他的武魂是一株千年寒心草，外表和蓝银草很像，却拥有极寒的属性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昨天师姐在对我释放魂技的时候，我的8蛛毛也吸收了一些，我当时就感觉魂力很活跃，还以为那是魂技的效果，谁曾想是吞噬能力。小子，你收拾一下，我明天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大概要在那里待几天。那师姐怎么办？你们2个才多大，怎么着还分不开了？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想着怎么提升魂力，明白吗？师姐，你听到了，这可不关我的事。独孤博一惊，连忙扭头，身后空空如也。老师，以你的实力，师姐靠近的话，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看来您不像您说的这么轻松写意。你个小东西，欠揍！和师姐好好商量一下吧，不然咱们都好不了。我可不想看她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。第2天一大早，2个小人带着2个包裹，静静地站在独孤博的面前。独孤博头上的青筋都在跳，孙女居然被一个6岁的小崽子完爆。怎么，爷爷不欢迎我吗？亏我还亲手为爷爷做了点心。独孤博的老脸立刻如菊花绽放。怎么会？我家燕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落日森林，当我走进这里的时候，就知道目的地了。果然，在独孤博的带领下，太极图一般的冰火两仪眼出现，极寒和极热居然会同时出现。这是为师意外发现的宝地，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尤其快速，而且这里的泉水充斥着强大的能量。咱们一会尝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吸收这泉水中的能量。如果能吸收，你小子以后有福了。爷爷，这里好漂亮，你以前怎么不带我来？不是不带，主要是这里的药草很多都含有剧毒，我想等你长大了再带你来。独孤雁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，我也将视线看向四周，这里就是唐三的蜕变之地，也是史莱克七怪的蜕变之地。如果没有这里的仙草，七怪不可能进化成为完全体。现在这里属于自己了。想了一下，我突然指向一株仙草。老师，这玩意我怎么感觉那么眼熟？那是武魂殿那个娘娘腔的武魂，菊斗罗的武魂，那应该是一株很厉害的仙草，对吧？应该是，可惜不知道该怎么使用，总不能直接吞了吧？菊斗罗应该知道怎么使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我去问那娘娘腔？老师，您和武魂殿有仇？我是天斗帝国皇室的供奉，天然和武魂殿不对付。除此之外，你要说有仇那倒也不至于，只能说各为其主。有感觉了。我表情狰狞，大口大口的喘息，双眼却极为兴奋。师弟，你还行吗？没有问题。我努力地控制八蛛毛分别插进2个水盆内，泉水的力量正在进入我的体内。独孤博眉头紧皱，表情并不开心。小林现在的样子可是有点吓人。2只插进水盆内的蛛毛，一只隐隐发红，一只又隐隐发蓝。他本人也被分成了2半，一半不断流汗，一半眼看要结冰。独孤雁站在一旁，眼中全是心疼。我艰难地拔出蛛毛，拒绝了独孤雁的搀扶，狼狈地坐在一旁恢复，良久才吐出一口气。比平时的修炼要快很多。老师，师姐，我觉得在这里修炼最多1个月我就能晋级，这还是保守的说法。独孤博正要说话，突然闷哼一声，脚步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老师，爷爷，没事，陈年旧伤不值一提。您都这样子了，还想骗我？真没有，你看我像身受重伤的样子吗？独孤雁面色微缓，只是眼中还有疑惑和担忧，我却眉头紧锁。深夜等独孤雁睡着后，我直接走进独孤博的帐篷。老师，您中毒了。正在修炼的独孤博猛地睁开眼睛，眼神凌厉。你说什么？其实我在魂师村是村医，村里以前有过一个医生，死了后留下几本遗书，我自学后有了一定基础。老夫玩了一辈子毒，最后自己中了毒。当即独孤博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并嘱咐我一定不能告诉独孤雁。老师，这里这么多仙草，不能救您吗？肯定有，可惜再好的东西不懂怎么使用，那就是剧毒。我想过了，真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我就吞了那奇荣通天举。自那一天起，我的学习不再是单纯的魂师知识和修炼，还涉及到了一些草药和毒药的基础知识。活动地点变得固定，日常修炼全在冰火两仪眼，理论知识的时候则回到独孤府，顺便恢复身体。眨眼间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，我7岁，独孤雁则13岁，同时他的魂力达到了20级，需要获取第2魂环了。你当真不去？
不去了，师姐的第二魂环有老师陪着，我很放心。那你呢？什么时候猎取第一魂环？你已经足足耽误了1年时间。这一次你别想用那些废话搪塞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胡闹下去。老师想多了，虽然没有晋级魂师，我的魂力却并没有停止增加，只是存储在身体内。这些我当然知道，可是越早拥有魂环，越早能形成战力，而且吸收魂环之后，对身体是一种改造，对整体都是一种提升。虽然不吸收魂环，也能继续累积魂力，谁也不知道中途有没有损耗。我已经有了心仪的魂兽，等老师帮师姐猎取魂兽之后，单独和老师出去一趟。最终，独孤雁和独孤博一起去了落日森林，而我则再次返回冰火两仪眼。这一次不像往常那样开始修炼，而是盯上了3株仙草。我留下一封信，然后仔细的回忆原著中唐三的冰火炼体，这才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扔进了嘴里。下一刻，我将衣服全部脱掉，朝着冰火两仪眼及热极寒交汇的地方一跃而下，同时8株毛破体而出，让我整个人犹如大蜘蛛一般漂浮在泉水之上。落日树林深处，爷爷，快一点！怎么了，燕燕？想你的小情郎呢？我总感觉不对劲，师弟这一次似乎在刻意支走我们。你想多了吧？不，爷爷您经常闭关或者外出办事，10天半个月见不到人，您可能感觉不到，我和师弟却很少分开这么长时间。最大的一点，获取第二魂环对我是大事，他怎么可能错过？而且获取魂环完全能一起行动，为什么要分开？爷爷，咱们先回去吧。燕燕，小鬼的年龄虽然比你小，但是却很成熟稳重，我相信他。而且他想做什么事，你回去一趟就能阻止吗？先猎取魂兽吧，看，那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第二魂兽。前方赫然出现一群五彩斑斓的毒蛇，最强的一条只是看了独孤雁一眼，强大的威慑便夺走了他的行动能力。好强！霸王蛇群体生活，以强大的毒性和肉体闻名。燕燕，那条500年的霸王蛇就是你的目标。独孤博的气息不断攀升，眨眼间的功夫已然提升到了巅峰。黄黄紫紫黑黑黑黑，9个魂环整齐的分布在独孤博身上，强横的气息惊得霸王蛇群一阵躁动不安。独孤博指着一条5米多长的霸王蛇，留下它，然后你们可以滚了。蛇王仇恨地看着独孤博，不断地吐着蛇信，但是在独孤博越发冰冷的注视下，他只能转身离开。爷爷，那蛇王是万年魂兽吗？5万年左右，如果不是我的碧鳞蛇皇压制住了他，普通的封号斗罗也无法让他后退，肯定会厮杀一场。独孤博一个闪身出现在那条留下的霸王蛇面前，一把抓住它的尾巴，用力一甩，空中发出一声爆鸣，它的骨头被全部甩碎了。燕燕，快！独孤雁立刻上前，将匕首狠狠地刺进霸王蛇的眼中。霸王蛇身体一颤，抽搐2下后彻底失去了气息，一枚黄色的魂环漂浮在尸体上。去吧，燕燕。另一边，我发出一声闷哼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自己的手掌，眉眼含笑。这是唐三的冰火炼体吗？整个人完全脱胎换骨。我大笑一声，毫不客气地上前一把将奇荣通天举取下，想了一下，将忘川秋水路也预定了，只是吃完后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扭头看去，独孤博和独孤雁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。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小子，把我们特意支走就是为了这仙草。你如果真想要这仙草，直接说就是了，何必偷？老师，我确实是有意把你们支走，我的目的也确实是这仙草，但是我是为了您，弟子不才，找到解毒的办法了，请稍等一会儿。随后我闭目开始炼化药力。爷爷，师弟说的解毒是什么意思？您中毒了？你信？你爷爷可是毒斗罗，整个大陆我说用毒第一，谁敢说第二？我怎么中毒？自己毒自己。师弟的话我信。独孤博一时无言，这孙女白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醒了过来，抬头就是独孤雁担忧的视线。师姐，你不怀疑我吗？本来怀疑，但师弟解释一句我就不怀疑了。这些仙草确实价格不菲，不过师弟想要直接开口就是了，何必用这种方式？我不禁大笑起来，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，心里也是热乎乎的。老师，我真有办法解您的毒，我服用了3种仙草，用我的血做药引，肯定能配制出解毒的药了。小鬼，难道你以身试药？以后不准做这样的事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独孤博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取走了一些鲜血。其实老师，我还有一种办法，不用药也行。说这个办法前，老师要答应我一件事。说来听听。我即将猎取魂兽，我需要自己全权做主。小鬼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一本正经，老夫的心却在狂跳。你连以身试药都做得出来，你要我怎么信你？我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正准备说情的独孤雁也闭上了嘴巴，恼怒地瞪了我一眼。算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主意，我能阻止你1次、2次、100次，你只要想做，还是会去做。但是做事需谨慎。现在的你并非孤身一人，我和燕燕都希望你能好好的。独孤博走了，我却明白大麻烦来了。以身试药，哼，
行，真行，你以后铁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魂师。我上前一步，一把抱住独孤雁，狠狠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，顿时一切尽在掌握。炸裂的小辣椒，别提多乖巧了。匆匆赶回来的独孤博都懵了，自家孙女这么快就被搞定了。此时落日森林，一老两小正在急速的前进。独孤雁的下半身变成了蛇的尾巴，不断的游走，碎石断木完全无法阻挡她的前进。我则用八蛛矛当手脚，灵活的穿行在树林里。至于独孤博，如同鬼魅一般，时不时的出现在两人身边。老师您不用亲自来，有蛇山爷爷足够了。我不来，你这个小鬼指不定弄出什么事。解毒怎么办？独孤博简单的实验后，发现那血液确实能破解他的毒，他大喜过望。只是因为我要猎取魂兽，解毒的事他便往后推了推。几十年都忍了，差这一天两天，小心又有魂兽了。独孤博眯了眯眼睛，注视前方。千年的金刚蜘蛛和前几次一样，避开吧。我一下子停在了原地，八蛛矛在地上离出2道深深的痕迹。几千年，1000多年，不会超过1500年。小鬼，你别告诉我，你的第一魂环准备要1000年的魂环。对，老师，出发之前咱们说好了，我的魂环我做主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吸收这1000年魂环。正在进食的金刚蜘蛛还没反应过来，一个巴掌已经拍了下来，他当场昏死过去。爷爷，师弟疯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无妨，如果吸收失败了，老夫能强行击碎这枚魂环，只是小鬼要难受一阵子了。我拿出匕首刺进金刚蜘蛛的眼中，一枚淡紫色的魂环浮现在面前。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盘膝坐下开始吸收。一瞬间，大量的力量冲进体内，我闷哼一声，身体剧烈的颤抖着。独孤博双眼死死的盯着我，一旦我支持不住，他会立刻出手。只是下一刻，他彻底惊呆了。在经过短暂的不适后，我立刻把握住了那股力量，将其引导顺利的纳为己用。早在1年前，我就已经拥有10级魂力，之所以一直不获取魂环，正是因为想越级吸收魂环。冰火炼体配合奇荣通天局，肉体必然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，连那10万年的蓝银皇右腿骨我都不会放过。这时，一股奇异的波动传来，淡紫色的魂环变得稳定，如同守护一般将我环在其中。以封号斗罗的见识和沉稳，独孤博都有一种如坠梦中的感觉。独孤雁在一旁也是目瞪口呆。爷爷，师弟真的成功了！独孤博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第一魂环就是1000年，往后的魂环又将达到何等程度？在两人的注视下，我缓缓起身，轻轻的活动身体，一阵密集的骨头脆响声传来。感觉怎么样？我自信一笑，8根尖锐的蛛毛从身后弹出，原本的黄金色朝着暗金色转变，只是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危险的气息。第一魂技金刚化，紫色的魂环猛地一亮，8蛛毛顿时变得更加深邃，微微散发光芒，轻轻的挥动蛛毛，不远处的一颗大石便被切成了2半。独孤博上前抚摸平整的切口，这简直是在切豆腐，连声音都没有。这个魂技对我的蛛毛进行加持，让它力量变得更大，更加锋利，更加坚韧。独孤博连连点头，眼中全是感慨。别着急，老师，还有更好的呢。我微微一笑，再次来到金刚蜘蛛的尸体前，请2位见证意外之喜。魂骨，我用8蛛毛将金刚蜘蛛的尸体分解，露出一枚晶莹的右腿骨。独孤博深吸了一口气，他作为封号斗罗，现在都不是全身魂骨，可想而知魂骨的宝贵。可是下一刻，我的举动让他再次吃惊。我轻轻一抛，魂骨飞向独孤雁。燕燕，这是你的了，不要拒绝，不然我会生气。这枚魂骨你要给燕燕。老师，忘记我对您说过另一种解毒的办法了吗？用不着，以我的实力和身份，想得到魂骨并非难事。既然老师不缺魂骨，那我的全身魂骨就拜托老师了。滚！既然这是小鬼的心意，燕燕你就收下吧。独孤雁笑嘻嘻地坐下，准备吸收魂骨。独孤博看着2个小鬼，不自觉地露出笑容。快点吸收吧，这里终究是魂兽森林，万一蹦出一群魂兽，我也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老师，我的魂力应该是20级了，所以干脆再帮我猎取一头魂兽吧。独孤博陷入了沉默，一个闪身，我来到面前，先是拎了2下，这才释放魂力开始探查。那粘稠的魂力早已停止了运转，进无可进，赫然达到了极限。确实是20级魂力，小鬼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师，您是不是忘记了？我早在1年前就已经突破了，没有魂环魂力无法提升，多余的魂力将存储在身体中，等拥有魂环后会再度显现。那你也不可能1年升10级，1000年魂环顶多提升1、2级魂力。独孤博突然恍然大悟，3株仙草为小林不知道提供了多少魂力，也许20级都不是他的极限，他自然不会知道金手指还送了我1级。行，我明白了。那第2魂环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要不咱试试万年魂环？别，万年我担心命不够赔的，还是1000年的吧。正常的魂师第3魂环是1500年左右，第4魂环最好在4000年左右。
右。等会儿老师，我前几天无意中听到有人说，正常魂师第3魂环最大能吸收1760年。这他妈谁在胡扯？植物魂环和动物魂环的承受力能一样吗？强攻系和治愈系的魂环承受力能一样吗？告诉你小鬼，关于魂环的承载力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如果有人能精准到10年内，那他妈的就是神了。这想法和我不谋而合，我对大师的那套理论也是充满了怀疑。所以小鬼，你准备按照正常魂师的第4魂环4000年左右，还是有别的想法？4、5千年吧，保险一点，最好是蜘蛛类型的魂兽。顺着这里继续前进，我见过一头地穴魔蛛，应该是5000年左右的魂兽。往左前进大概300公里，我见过一群血蜘蛛，族群里有1000年的，咱们可以过去慢慢挑选。太好了，等师姐吸收完魂骨，咱们就动身。不了，寻找魂兽更重要，而且魂骨又不是魂环，它不会消失。等回去后，有的是时间吸收。独孤博起身，带着2小只再次前进，只是没走多远，突然一阵异响传来。独孤博面色微冷，眼神凌厉。有人！3个人影出现在面前，为首一人对着独孤博恭敬行礼。独孤前辈。独孤博眉头大皱，回了一礼。太子殿下。我一怔，居然是太子雪清河，或者说这应该是武魂殿的少东家千仞雪。我对这个女人一直充满了好奇，小小的年龄便孤身一人来到敌方阵营，女扮男装潜伏多年，更是为武魂殿立下不少功劳。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智慧？想不到居然在落日森林遇到了。此刻的雪清河大约16、17岁，模样俊朗，身段修长，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，让人心生好感。独孤前辈来落日森林是因为燕燕吗？算是吧，小丫头总算肯努力了，魂力20级了，真是厉害。看来用不了多久，我天斗帝国又将出现一尊独斗罗。这位是？我心里疑惑，雪清河看似不认识自己，其实不然。他在见到自己的第一眼似乎很开心，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怀念和释然，转念之间似乎又有点仇恨。什么鬼？自己作为独斗罗唯一的弟子，雪清河必然有资料，可他这表情怎么像见到熟人？这是我的弟子任小林，这一次我们来落日森林也有他的原因。小林兄弟看上去也就6、7岁，这么早就成为魂师了吗？不愧是独斗罗的高徒。我这弟子要获取的是第2魂环。什么？这一下雪清河是真的震惊了，他身后的2人也瞪圆了眼睛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如此年幼却成为了大魂师，这等天赋听都没有听过。太子殿下，这是陆师傅需要第7魂环，我正好没事出来走走。陆师傅正是雪清河身后的2人之一，但是他的话独孤博并不相信。护卫需要魂环，主人出面，即使那人突破魂圣，雪清河礼贤下士可能性也不大，更何况雪清河作为帝国太子，他的安全最重要，魂兽森林算是他的禁地。既如此，咱们就分开行动吧。也好，小林兄弟，等回到帝都后，为兄准备办场宴会。你老师不让我去，偷偷去的话回来肯定挨揍。独孤雁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。独孤博也是直翻白眼。小林兄弟是个妙人，咱们下次见。看着雪清河的背影，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他会出现在落日森林，目的就是自己。剧情似乎出现巨大的变化。小鬼，离他远点儿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。雪清河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外表温文尔雅，可是有资格和他竞争地位的人都出了意外，他继承帝位几乎是板上钉钉。老师多虑了，我本就不打算和他有过多的接触。这时一阵奇异的声响传来，有魂兽。独孤博扭头看向一侧，远处的地上趴着的赫然是一头5000年地穴魔蛛。我的第2魂环就他了。独孤博又是熟练的一巴掌，再飞起一脚，地穴魔蛛就被踢到了面前。小心吸收，我在一旁看着，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会出手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我眼中全是兴奋，同时也挺好奇自己现在究竟有多少魂力。吸收这家伙后，不会瞬间30级吧？我将匕首刺进地穴魔蛛眼睛里，一道深紫色的魂环漂浮在尸体上。我盘膝坐下，开始吸收魂环。另一边跟在雪清河身后的2人相互对视，都有些不明所以。少主这是怎么了？在听到独孤博带着弟子前往落日森林猎取魂兽后，立刻就跟了过来，打了照面后又毫不留恋的离开。不过他们能察觉到少主现在的心情挺好。少主是想拉拢独孤博，那老毒物有什么值得拉拢？老夫几下就解决掉他。老毒物的实力是差点儿，但是他擅长用毒，战场上他的作用太大了，能当好几位封号斗罗用。而且我感觉少主来这里未必是为了独孤博，那是独孤雁，总不可能是那个小鬼吧？不能吗？那个小鬼资料上是7岁20级。2位封号斗罗都被干沉默了，这天赋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少主，简直就是一个怪物。要上报总殿吧？前面行走的雪清河终于停下了脚步，他扭头冷冷地看着2位封号斗罗。报给谁？那个女人吗？
两位封号斗罗有些慌忙的低下头，同时他们很震惊，刚刚的对话明明用的魂力传音，少主居然能听到。从今天开始，天斗城内的一切情报上报武魂殿之前要经过我的手，明白吗？属下遵命。雪清河冷哼一声，深深的看了一落日森林的方向，转身返回了天斗城。终于见到你了，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，包括你我，还有那些该死的东西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伴随着一声清鸣，两枚紫色的魂环围绕着我不断盘旋。有了吸收金刚蜘蛛魂环的经验，这一次我无疑更加得心应手。老师，小心！我微微一笑，第二枚魂环突然亮了一下。独孤博敏锐地察觉到脚下有异常，他朝前迈了一步，同时一根尖锐的猪毛从地上刺出。那是一根由纯能量组成的猪毛，锋利程度却绝对不逊色。本尊多少？独孤博屈指一弹，一道魂力撞击在猪毛上，猪毛一颤，并没有破碎。这就是你的第二魂技。这是猪毛阵，一个群攻魂技。我现在一次性能攻击5个对手，范围大概接近100米。随着我魂力的提升，数量和范围还会提升。这个魂技很厉害。我师弟的2个魂技哪一个不厉害？独孤博瞥了他一眼，这孙女不能要了。魂力消耗程度呢？以我现在的魂力，能够全力释放3次。那对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大。如果是20级的大魂师，那消耗确实不算大。问题是我现在是28级大魂师，这就导致最多2个月又要来一趟落日森林了。突然我注意到独孤博正盯着地穴魔蛛的尸体。老师怎么了？这玩意儿有魂骨吗？我秉承能动手就不动嘴的原则，上前一步将地穴魔蛛的尸体分解，一枚亮晶晶的右腿骨出现在3人面前。返程一切顺利，只是独孤博并没有将我送回冰火两仪眼，而是送回了独孤府。去参加一个宴会如何？老师，宴会还是算了，总感觉去那种地方会更心累。不如您给点钱，我和师姐在天斗城逛逛，顺便买点东西。独孤博扔来一张黑卡，这玩意儿你知道怎么用吧？里面有100万金魂币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谢谢老师。对了，小鬼，你怎么知道那仙草能解毒？从2本破书上得到了一些线索，就实验了一把。你疯了！一点线索你就敢实验，真不要命了！那可是仙草，药力有多强，你知道吗？就结果而言，不错。书呢？我在腰间一抹一本书出现在手中，储物装备如意百宝囊，这玩意最终还是落到了自己的手上。这是你抄写的书？那2本书实在太破旧了，用手一碰就碎，我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能看清的内容抄上去。抄完那书也碎得不成样了，风一吹满天飘，救都救不回来。冰火两仪眼内的药草大多蕴含剧毒，这一次是你幸运，下一次绝对不能乱来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您赶紧去研究解药吧。我最近又发现一些古书，等我抄写下来，咱们一起研究。独孤博这才满意的点头离去。天斗城最繁荣的大街上，独孤雁带着我走进拍卖场。天斗拍卖场有悠久的历史，无数的稀珍从这里流出，甚至拍卖过魂骨，因此每一次的大型拍卖都会引来无数人。女侍从出来接待和原著中一样，穿着实在大胆，充满了诱惑。我忍不住偷瞄了2眼。要不买回去你随便看。可以吗？师姐真好。回应我的是一个暴力，我捂着头直抽抽，一声轻笑从旁边传来，扭头看去，为首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，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发出笑声的是一个小女孩，明眸皓齿，穿着白色的公主裙，分外可爱。宁宗主好。燕燕好久不见，这位是独孤前辈新收的弟子吧？宁荣荣和剑斗罗不禁将视线看了过来，我上前一步恭敬行礼。晚辈任小林，见过宁宗主，见过剑斗罗前辈。好好好，不用那么客气，你和我家蓉蓉年龄相仿，叫我一声叔叔就好。独孤雁又客气了几句后，对着宁荣荣点了点头，拉着我走进了贵宾区。宁风致带着剑斗罗和宁荣荣也走了进来。风致，那个小鬼不简单，剑叔发现了什么？那个小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很锋锐，以他的年龄相当的不错。这不奇怪，独孤博性格乖戾，为人孤傲，几十年来，多少人托关系想当他的弟子都被拒绝了，却突然收下这个任小林，肯定不是什么寻常孩子。他的魂力似乎达到了大魂师级别，7岁20多级的强攻系大魂师，有点意思。据说人家觉醒武魂的时候，先天魂力才7级，还不如蓉蓉，怎么魂力后来居上了？宁荣荣小脸一黑，轻哼一声，剑斗罗神色不悦。宁风致微微一笑，心里却更加留意了，也许用不了30年，对方就会成为一尊强大的魂师。武魂界有7大宗门，又分上3宗和下4宗，其中7宝琉璃宗就是上3宗之一，大陆第一的辅助系魂师，他们也是大陆上最有钱的宗门。宗门就在天斗城周围，和天斗皇室关系很好。太子雪清河就是宁风致的弟子，宗门子弟超过5000，这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庞大数量。我爷爷曾经说过，宁风致作为一个大宗门的宗主绝对合格，甚至7宝琉璃宗将在他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强大，彻底取代昊天宗，成为仅次于武魂殿的魂师势力。不过这和咱们没关系，他那种大人物交给老师应付吧。师姐，你来这里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差一个小侍女，据说这一次的拍卖会会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拍卖会的物品五花八门，曾经出现过几枚漂亮的宝石。独孤雁
燕对此不屑一顾，倒是宁荣荣多次出手，以碾压的价格拍下物品。宁风致和剑斗罗眼皮子都不抬一下，充分展示了七宝琉璃宗的财力。终于是从推着一个小车走上了高台，车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。各位贵宾，这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藏，请大家注意了，尤其是男性贵宾们。侍从揭开红布，里面是一个11、12岁的小女孩，年龄不大，身体却初见规模，而且她有着绿色的长发以及一条长长的蛇尾，身上的一些部位居然还有细密的鳞片。诸位，这是一位蛇女，她属于武魂觉醒的时候出现了变异，拥有了一些蛇的特征，起拍价10万金魂币，每一次加价不少于1万金魂币。师姐想要的就是这个。独孤雁点了点头。30万金魂币，31万金魂币。独孤雁微微一怔，不是愤怒而是意外。以往只要他叫价，其他人都会选择闭嘴，那是对独斗罗的敬畏。今天竟然有人和他竞价。独孤雁扭头看去，居然是宁荣荣。35万金魂币，36万。宁荣荣表情笑盈盈，看着独孤雁的眼神全是挑衅。独孤雁面色一沉，独斗罗和七宝琉璃宗没过节，他和宁荣荣算不上朋友，却也是点头之交。今天他这是吃错药了。想玩老娘奉陪，37万，38万，40万。两个地位极高的女孩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眨眼间将价格推到一个让人啧舌的地步。周围的人饶有兴趣的看着，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。我也是一阵头疼。疯了吧，在这种场合斗气。宁风致蹙眉，神色不悦。宗门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胡闹吧。蓉蓉，怎么了，爸爸？拍卖难道不是价高者得吗？怎么，独孤小姐不这么认为？准备用独斗罗来压我？宁小姐说笑了，竞拍自然是价高者得，45万，46万。宁风致面色一沉，刚要喝止，剑斗罗突然拉了他一下，对他轻轻的摇了摇头。这一幕刚好被我看到。师姐，把你的黑卡给我，我来叫价。独孤雁乖巧的将自己的黑卡递来。100万！众人都懵了，100万金魂币买一个女人，脑子有病吧？我笑盈盈的看着宁荣荣，眼神挑衅。蓉蓉小姐，你加价吗？宁荣荣的脸逐渐红温。110万金魂币，200万。周围一片哗然，不少人都诧异的看来，这是哪位？他有那么多钱吗？宁荣荣也被吓到了，他只是任性又不是傻。200万金魂币买一个蛇女，回去后他爸爸绝对狠狠的教训他。剑斗罗和宁风致也是面色微变，看着面含笑容的我，两人居然感觉到一阵压力。小友，你有这么多钱吗？我没有独斗罗有，放心，肯定有人付钱。宁风致和剑斗罗沉默了，宁荣荣瞪着我，嘴巴也闭紧了。拍卖师松了口气，既然如此，那这个蛇女300万。此时天斗拍卖场，在场的人再次失声，这是真的疯了，而且在这个时候叫价。只是当众人看清来人后，又默契的闭上嘴巴。出门之前我就有一种预感，这一次很可能会碰到雪清河。现在我有70%的把握确定，落日森林见到雪清河不是偶然，对方就是冲着自己来的。可是为什么自己只是独斗罗的弟子，值得他这么在意？两位不要因为一个蛇女伤了和气，不如我买下送给两位如何？怎么送？砍成2半，一人一半，横着砍还是竖着劈？一句话让不少人翻白眼。雪清河微微一笑，用传音的方式说了几句话。我没有问题，我也没有问题。那就等拍卖会结束，地点就定在天斗皇家学院，如何？几人神色更加怪异了。这个地点有点意思。1个小时后，天斗皇家学院大操场。师弟，你真要打这一场？师姐对我没有信心。不是，我担心你暴露魂环。师姐多虑了，这种事根本瞒不住。我总不能一辈子不战斗吧？雪清河的办法很简单，魂师的方式胜者为王。因为宁荣荣是辅助魂师，所以他可以带一位同等级的大魂师，谁赢谁带走蛇女。只是新的变化很快就出现了。我愕然地看着围上来的一些人，有几个学生，身上的气势极为凌厉，感觉极度危险。还有几个老头，那穿着打扮，周身气势，一看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高层，妥妥的大人物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来了？那几个学生是天斗皇家学院内参加高级魂师大赛的种子选手，队长和副队长都已经是魂宗了。那几个年龄大的魂师全是学校的高层，为首的人叫孟神基，黑妖武魂，控制系83级魂斗罗。他左边那位叫白宝山，武魂天星炉，82级防御系魂斗罗。右边那位叫志林，80级控制系魂斗罗，武魂是天青藤。他们3人刚刚接手学校的管理工作，估计你不知道，天斗皇家学院已经被太子雪清河接手，这3人正是他任命的管理员。原著中这3位魂斗罗首次出场是5、6年后，为了唐三他们差点和独孤博发生冲突，只是这3位又结伴出现在这干什么？千仞雪这女人想做什么？宁风致看到场面越来越大，不禁轻轻地揉了揉眉心。剑叔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就是想试试那小子，看看他的实力。不止如此吧，剑叔会有这想法，应该是在蓉蓉叫价之后吧。剑斗罗哑然，我就是看那小子不顺眼。7岁20多级大魂师，他宁荣荣也是7岁，作为七宝琉璃宗的天宠才13级，这差别实在太大了。他原本还是满心的骄傲，现在被打击的粉碎，这巨大的落差让他冲动之下选择了叫价。后面剑斗罗也插了手，将事情逐步闹大，只是多少有点保护宁荣荣的意思。给了你那么多的资源，平时不好好的修炼，倒是学会嫉妒别人了。剑斗罗看到宁荣荣眼珠子都红了。
了，心疼的不得了。好了，风致，不就几百万金魂币吧？别说没花出去，花出去了又怎么样？我给行不行？剑叔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宁风致哭笑不得，他是在乎那百10万金魂币的人吗？他只是担心宁荣荣养成恶习。您和古叔太宠这丫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天捅破了，有我和老骨头在，谁不服气来试试我的剑？宁风致深深的叹息，心里却做出了决定，必须找个人好好的管管这个丫头。老师，清河，多亏你居中调和，不然小事而已。倒是那个小家伙让人意外，看似温和，反击的手段倒是凌厉，确实不错。也许一会儿还有惊喜。说的我都有点期待了。清河，让那小家伙一会儿不用留手。看来老师也为小魔女的教育头疼了。沉闷的声响中，一个外表壮硕的身影出现在高台上。11 27级强攻系战魂师，武魂岩石巨人。这是一个外表10来岁的少年，浑身的肌肉疙瘩仿佛一块块岩石。他的个子很高，足足有1.7米，双眼圆瞪，气势逼人。一般的岩石乌龟武魂多数都是防御系，这无疑让我内心的警惕再次提升。任小林武魂金甲蛛网，强攻系战魂师，魂力25级。我想了又想，还是把那个28级给憋了回去。只要没人用魂力探查身体，25和28有区别吗？很快我就发现还是说多了。一向冷静温和的雪清河下巴都要掉了。一个魂环直接升了4级，你吸收的是10万年魂环吗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这么高？这不冲突，我的魂力早就到了，只是有事办着，没有去魂兽森林。没有魂环并不代表我不能修炼魂力。这句解释让不少人若有所思。魂世界一直都有一些邪门的修炼方式，以自身的生命为代价，短时间内快速的提升实力。想到这一点，雪清河眼底全是冰冷的杀意。独孤博一直不肯收徒，突然收下任小林，也许就是为了做实验。若真是如此，独孤博此人不能留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每一次吸收魂环和魂骨都会带动魂力的提升，可是要一次提升这么多魂力，任小林是全身魂骨吗？来吧，我也想见识一下进攻的岩石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。你会见到的，武魂附体。石毅身上的肌肉变得更加膨胀了，一块块犹如岩石一般，充满了力量感，颜色也朝着灰色进发。它变得更高了，如同一尊猛兽，让人望之生畏。2枚明亮的黄色魂环环绕着他的身体。宁荣荣也进入了战斗状态，如同艺术品一般的七彩宝塔出现在手上，上面漂浮着1枚黄色的魂环。我微微一笑，同样武魂附体。8蛛矛从身后破体而出，2只插在地上代替双脚，支持着我攀升到3米处。俯瞰两人，身体的皮肤朝着黄金色转变。这一次我带给众人的感觉又发生了不同，神态多了一抹威严和神圣。同时2枚紫色的魂环在周身盘旋。见到这一幕，整个斗魂台一片寂静。年轻人率先发出惊呼声，他们一个个不可置信，近乎疯狂般的讨论。黄豆战队的2位正副队长脸上矜持的骄傲消失了，只剩下呆滞。除了他们在场的年长者全是大人物，有封号斗罗，有魂斗罗兼学校高层，有天斗帝国太子兼武魂殿少主，实力最弱的一个也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。他们也在倒吸冷气。怎么会？第1魂环和第2魂环全是1000年，怎么可能做到？闻所未闻，不过倒是有一种可能。什么？双生武魂？应该不是。如果真是双生武魂，独孤博不可能容忍他这么浪费。清河，这就是你说的惊喜，真是吓到老师了。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感觉这小家伙的武魂很是不凡，却没有想到雪清河是天使武魂先天20级魂力，可是在面对我的武魂时，居然隐隐有几分压迫感，这说明对方武魂的等级非常高。蜘蛛是母系社会，最强者一般都是母蜘蛛，偏偏我给他的感觉足以和比比东对抗。雪清河嘴角带着恶劣的笑容，他很想知道当我站到比比东面前的时候，对方会是什么表情。宁荣荣连大喊大叫都忘记了，倒是石毅短暂的震惊之后立刻回神。小姐，增幅我。好，七宝转出有琉璃，七宝有名，一约力。七宝琉璃塔开始释放七彩的光，笔直的冲向石毅，将他笼罩。石毅身体猛地膨胀一圈，原本宽大的衣服都要破碎了。他发出一声大吼，迈动脚步冲来。对此我只是淡淡一笑，竖起2根猪毛横在面前，仿佛金属交击的声音响彻全场。2人都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这一幕让七宝琉璃宗的几人面含异色。怎么会？石毅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钢铁墙壁上，震得手臂发麻。该我了。第3根猪毛从一侧闪电般刺去，石毅慌忙朝着一侧躲避，噗的一声轻响中，猪毛轻松地刺在石毅的肩膀上。石毅惊怒，幸好他躲闪了，不然他已经被对方重创甚至杀死了。愤怒之时，石毅第1魂环猛地一亮，一块足有人头大小的黑色石块凭空出现，以极快的速度撞来。第4根猪毛轻轻在空中划过，愤怒之时被切成2半，消失在半空中。紧接着第5根和第6根猪毛同时发动刺向石毅，石毅猛地后退，并且在地上连连翻滚，这才艰难地避开。差距这么大。在看到对方的魂环后，宁风致就隐约感觉石毅宁荣荣联手依旧不是任小林的对手，可他绝对没有想到对方连魂技都没有用，只是站在那里挥动蜘蛛的手臂，就将石毅逼得手忙脚乱。对方的武魂很强，其实我也很意外，在对方打出那一拳时，虽然让猪毛阻挡，却不认为能挡住，都做好借力后退的打算了。谁知道2根猪毛死死地插在地上，就化解了对方的攻击。之后使用猪毛不断的攻击，每一次的切割几乎没有感觉。我再次回忆起独孤博对猪毛的评价：巨大的力量、锋利的攻击、极限的速度、恐怖的毒性。这个想法刚刚划过，扑通一声，石毅摔倒在地，他面色发黑，明显中了剧毒。小林，这场赌斗我们输了，请你帮忙解毒。没问题。我面含笑容的上前，将一只猪毛放在石毅受伤的部位，顿时
所有的毒素被猪毛牵引出了石毅身体，石毅的面色逐渐好转，不再是吓死人的乌黑乌黑。大病初愈，记得好好补身子，以免留下病根。雪清河立刻安排人将石毅送回七宝琉璃宗。我收回武魂，朝着独孤雁走去，突然感觉到一道视线笔直的落在自己身上。小魔女宁荣荣正目光炯炯的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和石毅联手被这么轻松的解决了。雪清河一边拍手一边走了过来，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一个魂技都没有用，便赢下了胜利。小莲兄弟，你让为兄刮目相看啊！太子殿下过奖了，我和师姐还有事，先带着蛇女离开了。不着急，来，为兄为你介绍几个人。早就等候着的梦、神机三人立刻上前。小友你好，不知道小友愿不愿意来天斗皇家学院？我保证2年后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我当场懵了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，各个高级魂师学院内25岁以下的年轻魂师相互竞争的地方，也是史莱克七怪和史莱克学院扬名的地方。只是自己今年才7岁，2年后也才9岁，这个年龄就参加。小友，我们没有开玩笑，而且你的年龄确实也需要一个学院上学，不是吗？本人很想上学，只是这件事我们需要征询一下老师的意见。几人面面相觑，不用问也知道，毒斗罗肯定不会同意。只是和学生打交道一辈子的梦神机，看到这么好的苗子，实在不愿意放弃。小友，如果你答应来天斗皇家学院，我可以亲自教导你。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，梦神机是魂斗罗，而且他在学校已经几10年了，在教育学生上绝对比毒斗罗还有话语权。最关键的是，作为学院管理者之一，他既然说出这样的话，那代表学院内的一些资源必然朝着任小玲倾斜。毒斗罗很强，却只是一个人。天斗皇家魂师学院代表天斗帝国魂师的最高学府，所有魂师需要的东西这里都有，两者根本不可比较。独孤小姐也一样，你们2人享有一样的待遇。如果是这样，蓉蓉和石毅也可以加入，七宝琉璃宗也能为你们提供一些帮助。在场的人一下子沉默了，宁荣荣就不用说了，他们都听说过先天魂力9级的七宝琉璃宗娇女石毅，刚刚虽然败了，但还是能看出其强大和潜力。这4人就是一个参赛队伍的核心。任小玲强攻系兼敏攻系，石毅强攻系，独孤雁控制系，宁荣荣辅助性，梦神机眼珠子都红了。另外2位魂斗罗呼吸也变得急促。每一个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个梦想，打败武魂殿学院的参赛队伍。现在他们似乎看到了希望。雪清河在一旁帮腔，告诉我来到天斗皇家学院的种种好处。最后我以询问老师为由，3天后给答复，这才离开。这么受欢迎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倒是一声不吭，很清闲吗？人家冲着你来的，我插嘴有什么用？我只是一个13岁的22级大魂师。不要着急嘛，乖乖师姐，我保证1年内你最少提升5级魂力。去，什么乖乖师姐？你就一个小流氓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招惹多少女孩子。师姐怎能如此冤枉我？那你倒是说为什么要偷看我的小蛇女？从上车你就在偷瞄，你以为我没有发现？此刻2人坐在马车内，小蛇女正畏惧地缩在一旁。她换上了一套贵族服饰，配上她那独特的外表，楚楚可怜的表情形成一种别样的魅力，很是吸引人。我干咳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却被独孤雁毫不客气地打断。别说话，小丫头以后叫我主人，听到了吗？是。你给人家取个名字。我看了看对方那绿色的头发，青色的蛇尾，就叫小青吧。不错的名字，记住了吗？以后你就叫小青，你是我的奴隶。返回独孤府后，我们立刻来到了大厅。可惜整个独孤府除了护卫，只有蛇山。爷爷呢？主人并没有回来。蛇爷爷，我和师姐在外面的事，您说老师知道吗？应该知道，小林少爷，老奴认为主人的意思是让你们自己做主。师姐，你说雪清河为什么想让咱们加入天斗皇家学院？难道他想拉拢你？你不知道，爷爷虽然是皇室供奉，却和血腥亲王关系更好，但血腥亲王和太子关系不好，隐隐敌对。那你认为咱们该加入天斗皇家学院吗？你做主就行。加入吧，太子和宁风致都表达了这个意思，3位魂斗罗更是亲自邀请，而且天斗皇家学院确实有咱们需要的修炼资源。随便，只要能和师弟在一起，去哪儿都一样。那师姐赶紧吸收魂骨吧，不用考虑我有自己的想法，至少我是绝对不会吸收的。独孤雁手在腰间一抹，一枚晶莹的右腿骨出现在他的手上。独孤雁不再犹豫，将其按在自己的右腿上。魂骨的吸收最为轻松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独孤雁就睁开了眼睛。师弟，我的魂力24级了。恭喜！我说了，师姐1年内最少提升5级魂力，你看这就2级了。去，这是吸收了魂骨，你认为这玩意儿很常见，能经常吸收吗？我笑得别有深意。尖锐的破空声响起，我将猪毛横在面前挡住蛇尾的攻击。师弟，这个魂技太强了。独孤雁蛇性不断的吞吐，纤细的腰肢也在不断的扭动，看得我有点心热。最近师姐的发育是不是有点快了？这个魂技确实不错，刚好弥补师姐近战不足这一点。独孤雁使用的正是地穴魔蛛右腿骨的魂技，会使她的尾部变得更加坚韧有力量，一尾下去甚至能将人抽成2半。独孤雁得意一笑，张嘴对着我就喷了一口毒物。姐姐哟，你又忘记了，毒对我没用。我的猪毛用力一挥，毒物被整齐的切成2半，中途猪毛顺便还吸收了一点毒物，转化为魂力进入体内，让我的魂力一阵沸腾。不打了，
独孤雁收回武魂附体，一脸不爽。对上师弟他就没有赢过，对方连魂技都不用，单纯的使用武魂就将他击败了。次次都是如此，太无聊了。一旁的蛇山示意小青为两人递上水和毛巾，眼中全是赞叹。小姐和少爷的进步实在太快了，尤其是少爷，短短1个月时间，他对武魂的使用明显更加得心应手，魂力也有了明显的进步，日后绝对能撑起独孤府，成为整个大陆赫赫有名的强者。蛇爷爷，老师回来了吗？回来一趟又走了，主人应该有急事。那我们的事，你们的事主人说了，自己看着办。事实上，独孤博听了这事，确实做过一些指示，但是梦神姬亲自来了一趟后，独孤博就改变了主意。既如此，那以后除了在冰火两仪眼的修炼，其他时间都留在学院吧。师姐呢？我没意见。李明两人将贴身保护两位，虽然是天斗城，但少爷小姐依旧不可大意，尤其是小林少爷，最近天斗城内已经开始流传你的事了。路上，独孤雁笑得像一只小狐狸，分外可爱，缩进我怀里拱啊拱。师弟，我又晋级了！1个月的苦修，他现在的魂力来到25级，太厉害了！也许用不了1年，师姐就能获取第3魂环了。有可能啊，你呢？我也许比师姐快一点。我确定自己体内30级的魂力，当然我现在可不敢去获取魂环。7岁的孩子30级魂尊，这就有点太可怕了，很难保证千仞雪不会提前出手干掉自己。毕竟对方的阵营属于武魂殿，自己则隐隐被划分到了天斗皇室这边。我和独孤雁刚刚走进天斗皇家学院，一个人影就出现在面前。跟我来。一股强大的魂力弥漫，梦神姬带着我们眨眼间就出现在一个宽敞的教室内。宁荣荣和石毅也在这里。关于上一次的课程有什么疑问吗？我立刻将最近总结的一些问题一一问出，梦神姬细心的解答，并且举出不同的例子。时间飞逝，当梦神姬的教课结束后，一位魂圣走进教室。接下来是实战训练，这一次我为你们4个准备了大惊喜。4人都有点头疼，惊悚才对吧？这个魂圣名叫海洋，77级强攻系战魂圣，武魂是独角海象。他训练人的时候没轻没重，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。我能在1个月时间内对武魂的掌控更上一层楼。他居功至伟。老师你悠着点，一直走钢丝，小心摔下去。放心，绝对不让你们出事。老师我很爱护你们的。斗魂台已经有几个身影在等候了。师弟，他们是黄豆战队的人。要是没有记错，大赛还有2年时间。此刻的黄豆战队成员几乎都是20岁左右，最大的一位卡着大赛的边，现在已经快23岁了。海洋老师，你这么晚行吗？别废话了，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你们要打倒他们4个。现在开始商量战术，商量好直接上。海洋干脆的拿起一根香，手指一搓，将其点燃，插在了地上。你们熟悉这4人吗？大体了解，我爸爸曾经想让我参加黄豆战队。说说，至少咱们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系武魂以及大体等级。最左边的那位真名不知，绰号武大棒，强攻系，魂力最少35级。他的武魂就是一根棒子，但是这棒子和昊天锤有几分相似，据说全力施展之下已经有上千斤的重量。几人默默点头，倒是石毅诧异的看着宁荣荣，这位小公主居然这么配合，不会是假消息吧？左侧第2位名叫张虎，武魂火焰虎，35级左右的魂力，强攻系。第3位贾相生，武魂是盾牌，防御系魂师，魂力应该也在35级左右。最后那个女人我不认识。很不错了，石毅，解决掉张虎有没有问题？我只是大魂师，对方却是魂尊，接近10级的魂力差距，这怎么打？师姐和宁荣荣会一起增幅你，你一定要给我拖住张虎。行，那你呢？你要对付武大棒？我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独孤雁，想办法拖住那个女人。没问题。对了，开战之前先这样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就开始吧。此时天斗皇家学院斗魂场，7个人释放出自己的魂环，石毅2黄，独孤雁2黄，宁荣荣1黄，武大棒、贾相生和张虎都是2黄1紫。最后一个女人眉眼含笑，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小心点，最后一个女人是魂宗。几人都有点傻眼。海洋，你是真彪啊！同时我的魂环也得到了释放，不管看多少次，那2枚紫色的魂环依旧让人眼热。上！几人瞬间出手，独孤雁没有在第一时间释放毒性，而是对着武大棒甩出了蛇尾。石毅也对着武大棒释放第1魂技愤怒之时，我更是笔直的冲向武大棒，背后的8根猪毛闪烁着寒芒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什么状况？你们居然将第1目标对准了我！哈哈，不错，这一下武大棒要怎么办？2道攻击避开的话，就要面临任小林的突进，而且这2道攻击，一个是点，一个是线，不容易避开。但正面承受2个攻击，以血肉之躯硬抗魂技，疯了吧？果然武大棒咬牙，有些狼狈的冲着一侧躲去，成功避开了攻击。这时我也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当我好欺负吗，小鬼？武大棒第1魂环猛地一亮，那仿佛金属铸就的大棒逐渐变成了黑色，一股危险的气息弥漫。武大棒朝着我挥出了大棒，那速度奇快，力量更是排山倒海一般。你的速度比我慢。双方的攻击撞击在一起，
起，一声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中，武大棒被抛飞了。不可能，即使我的力量远远没有爆发，那也是绝对的力量型。一只蜘蛛怎么可能在力量上和我对碰？更何况我的魂力高他那么多。我两只猪毛当脚快速的移动起来，武大棒几乎是刚刚落地，我就已经追了上来。看招！混蛋！武大棒只能将大棒子横起来抵挡攻击，但是我有8根猪毛，即使有2根当了脚，依旧有6根能进攻，又留下2根防御，其他4根不断的刺向武大棒，一时间将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一旁的女人一脸嫌弃，武大棒是黄豆战队的核心，内定的正式成员，22岁的他魂力已经达到了38级，不出意外2年后的魂师大赛，他绝对能以魂宗的身份出场。现在居然被一个7岁的大魂师打得上蹿下跳，他都懒得说了丢人。这时武大棒第2魂环释放出光芒，我发现对方的速度突然提升了，心里有了猜测。呵呵，小弟弟没有错，这小子的第1魂环提升力量，第2魂环提升攻击速度。我再次展开了攻击，武大棒又开始手忙脚乱了，因为我手多。终于武大棒忍不住了，第3魂环猛地亮起，比任何魂环都要闪亮，散发出的魂力也是最强的一次。巨力冲击！武大棒将手上的铁棍狠狠地插在地上，瞬间一股巨大的冲击以他为中心，朝着4周扩散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撞击得飞了出去。人在半空中的时候，第2魂环终于亮了。猪毛阵！随着我的落地，刚准备拎着棍子砸上来的武大棒突然面色大变，一根尖锐的猪毛从地上刺出，武大棒疯狂闪避，依旧被划伤了大腿。赢了！我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，以自己的剧毒，只要被划伤对方，必然中毒失去战斗能力。一旁的女人眉头也是微微蹙起。你！武大棒颤抖着手指着我，不过2个呼吸他就两眼一翻摔倒在地。请解毒，在你解毒的时候不会攻击你。真的？当然，我要想攻击你，你和武大棒打的时候，我就足够发动数10次进攻了。行，你说的。我解毒的时候你不攻击。我上前一把将武大棒抄起，然后冲向张虎几人。女人一呆，紧接着哭笑不得。她确实在帮忙解毒，可她也在攻击。老师，这小子我算是服了，明明长得那么好看，怎么办事那么猥琐？你就这么退了？等他们打赢之后，我再上。小心阴沟里翻船。女人只是轻哼一声，对此海洋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多说。只见独孤雁疯狂地甩动尾巴抽向假香上，偏偏对方的武魂是盾牌，可惜独孤雁擅长用毒，这玩意对他而言天克，有盾牌不代表不用呼吸，因此在独孤雁对着他喷了一口毒后，就开始用尾巴不断地抽他，以此减少他的闪避空间，同时加速他的体力消耗。我防着对方，张虎抓紧攻击，他们解决掉。如果2人单挑10亿必败，偏偏10亿的身边有2个辅助，宁荣荣为其增加了30%的力量。独孤雁的红毒和蓝毒，一个是全面提升攻击力和速度的亢奋之毒，一个是提升肉体力量和防御的强化之毒。这几套叠加上去，10亿直接和张虎正面硬刚了，而且吃亏的居然是张虎。几次对碰之后，他感觉自己的半边身体都麻木。小伙子们，我来了！我肩上扛着武大棒，笑眯眯的跑来。张虎和贾香生面色不禁发青，又来了一个毒王！快速结束战斗吧，看我的第2魂技！2个猪毛从我脚下弹射而出，贾香生和张虎尽可能的想躲避，独孤雁和10亿可是不同意，全力纠缠，我也冲了上去。最终张虎和贾香生相继被划伤。赢了！赢？你想什么呢？剩下那个正准备登场呢，那才是最终 BOSS。正往斗魂台上走的女人脚步微顿。任小林，你很有趣。别呀，当一个女人对男人感兴趣的时候，就是她沦陷的开始。我现在可不想惹那么多外债。小鬼，你算男人吗？毛都没长齐，对你都没开始长。我小脸一黑，其他几人也是忍俊不禁，尤其是海洋笑的那叫一个大声。不过你们的表现确实不错。我的名字叫夜莺，武魂暗影蛇，敏攻系41级魂宗。夜莺姐姐叫阿姨。什么鬼？女人不是都想被叫年轻吗？怎么有人反其道而行？我今天都21了，你才7岁，叫我阿姨合适？我来回活动自己的手脚，同时一脚将武大棒踹飞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是吗？我的荣幸。夜莺的外表发生了变化，一枚枚细密的黑色鳞片浮现在皮肤上，修长的双腿变成了蛇尾，满头黑色的长发变得更长了，黑色的眼瞳变成淡紫色的树瞳，同时食指上弹出10根尖锐的指甲，2黄2紫4枚魂环出现在他的身上，和独孤雁的外表很像，但是对方的气息却比独孤雁危险数倍，七彩的光芒笼罩在我身上。这一刻我的力量出奇强大，是宁荣荣奶了一口，独孤雁不甘示弱，同样呸了2口，蓝毒和红毒。小家伙们，我先攻击了。夜莺的第1魂技亮了起来，他整个人化为一道影子，闪电般的冲向几人。我的4根猪毛同时刺了上去，那道影子诡异的扭曲几下，我的攻击竟全部落空。下一刻影子已经缠绕住了宁荣荣。下台吧，小丫头。随着一声闷响，宁荣荣被扔出了斗魂台，独孤雁张嘴喷出一口毒雾，夜莺却再度化为影子直扑10亿。岩石冲击！10亿的身体变成灰褐色，体型也大了一圈，身上宽大的衣服隐隐要破碎，向夜莺发起了冲锋。愚蠢！我用8猪毛毫不犹豫地对着10亿刺去，反应不错，可惜迟了。闷响声中，10亿的冲锋居然撞在了独孤雁身上，毫无防备的独孤雁尖叫一声，被硬生生地撞出了斗魂台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家伙，你太紧张了，看到我冲来，你先乱了阵脚。夜莺突然化为一条巨蛇，狠狠地咬向10亿。恰在这时，海洋的声音响起：10亿出局。一团水凭空出现，蛇嘴咬在了水
水上。夜莺不爽地瞪了海洋一眼，甩了甩头，将视线看向最后一人。我深呼吸，让自己的心情平复。以前的胜利并非自己太强，而是对手太弱。不过这才有意思。低笑一声，眼瞳逐渐变成了金色树瞳，皮肤逐渐变暗。你怎么了？你猜？我猜个屁，小屁孩儿！夜莺第一魂技再次发动，它化为影子，笔直的冲来。我依旧是常态，两根猪毛当脚支撑起身体，两根猪毛作为防御力量，四根猪毛作为攻击武器。看着冲来的夜莺，我唇角勾了勾，四根猪毛同时攻击。我靠！夜莺居然有一种被封锁的感觉，它不但停止了进攻，更是退了回去。海洋也露出一抹玩味，有点意思。你看穿了我的动作。对，我的武魂是变异武魂，在桐树上似乎也发生了异变，能让我看得更清。对此夜莺并不奇怪，变异武魂总会有一些特殊之处。它的第二魂技猛地亮起，腹部快速鼓起，一股腥臭的毒气从嘴中喷出。这毒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去，而是四周扩散，眨眼间布满了整个斗魂台。我微微一怔，旋即笑了。笑什么？夜莺的毒即使魂王中招都会影响状态，你一个大魂师怕是会瞬间倒下吧？不，相信我，这玩意儿的效果大概比我的亢奋之毒都要好。只见我探出自己的猪毛，在毒气中快速穿梭，每一次都能带走大片的毒气，没几下周围的毒气就被清扫一空，我的气息反而更加凌厉了。我从来都不是师弟的对手，正是因为我最擅长的毒对他根本没有用。有用你也打不过他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真当老娘好惹？别人怕你七宝琉璃宗，老娘可不怕。独孤雁冷笑一声，武魂瞬间附体。老娘也不怕你。行了行了，一会让你们三个也打一场，现在就别废话了，看上面那两人的战斗吧。斗魂台上我开始反击了，速度绝对不弱于夜莺，两只猪毛带动身体急速逼近，另外两只猪毛狠狠地刺向夜莺，在地上闪过一道残影，轻松避开，紧接着又是两道猪毛刺来，夜莺面色微变，前面两根封住了他的一个区域，后面两个又封住了一个区域，如果撤退，最初的两根猪毛必然攻击要害，更何况对方还有四根猪毛未曾使用，不能避了。夜莺的第三魂技猛然亮起，任小林。我下意识地看了对方一眼，正好和他的眼睛对上，眩晕感袭来。该结束了，小鬼。确实该结束了，阿姨。我两根猪毛猛地刺向夜莺，不可能。夜莺正准备避开，突然我眼中闪过一抹暗金色，下一刻他的脑子一阵晕眩。虽然只持续了一瞬，可是很多战斗一瞬间足够决定了，尤其是我这种强攻兼具敏攻的类型，面对我的攻击，夜莺用出了最后的防御型魂技，他的身体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细碎的鳞片，可是他依旧被我一棍子捅出了斗魂台。落地的瞬间，夜莺知道自己败了，不光是离开了斗魂台，更因为他受伤了，我的猪毛洞穿了他的防御，终于结束了。我长长的松了口气，揉了揉眉心，在不久前服用了忘川秋水，陆成功开启了瞳术，第一次使用瞳术战斗，头有点疼。这时海洋走到了台上，好了，小伙子小姑娘们，过来咱们做一个总结，有没有谁想先发言？我们很幸运。你的意思是你们之所以能赢多，亏了运气？对，知道就好。当然我们也要多谢几位的配合，你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自己往枪口上撞。吴大棒差点一口血喷出来，海洋忍不住大笑。行了，详细说说你的感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想法的小鬼。其实可以总结的内容不多，对方大意了，我们又有对方的一些情报，组成了克制对方的阵容，而且他们的行为让我感觉在放水。作为一个魂师，情报很重要，可以针对性的布置战术，至于放水这个倒是没有。海洋瞥了几个黄豆战队的成员一眼，他们只是看不上你们，谁能想到阴沟里翻了船？几句话让黄豆战队的人头都低了下去，一个魂宗带着三个魂尊，被三个大魂师带着一个魂师打败了，丢人，太丢人了。突然海洋扭头看向一个方向，出来吧，还要我请你们吗？几个人走了出来，赫然是黄豆战队的其他人。怎么，你们是不是也想说，如果不是大意，你们肯定不会输？黄豆战队的人低着头没敢吭声。海洋一声冷哼，一股强大的魂力汹涌而出，几人纷纷闷哼一声。天才是什么玩意儿？7级以上的先天魂力就有了资格成为封号斗罗，你们掰着手指头数数，大陆上有几个封号斗罗？活下来的天才才是天才。如果你们刚刚不是在斗魂，而是死战，你们已经死了，懂吗？从今天开始训练加倍。我知道你们依旧不服气，不过别让我看出来，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黄豆战队的人打了个哆嗦，老老实实的应下。之后海洋让我们几人回去休整，明天他会带我们去一个有意思的地方。在几人准备散开的时候，我突然喊住了宁荣荣。干嘛？知道我要教训你师姐，替她说情吗？放屁！谁教训谁还不知道呢？你个臭丫头！你说什么？行了，明天你们想怎么打都行。我教主你想让你帮我传句话。什么？告诉你的父亲宁风致宗主，我明天会去七宝琉璃宗拜访他。行，我帮你传话。不过明天我揍了你师姐，你不会替她报仇吧？独孤雁气得要炸了，这死丫头明明年龄比她小，却总能轻易完成挑衅。我无奈上前将独孤雁抱住。师姐乖，我们走。你怎么会想去七宝琉璃宗？宁风致那个人外表温文尔雅，可是他毕竟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。我知道，咱们回去说。当两人返回独孤府的时候，正巧见到独孤博。爷爷你回来了。看老师这脸色红润，难掩喜色，莫不是？不错，毒解了心结也解开了，浑身轻松，魂力都提升了1级，为师
师现在是92级封号斗罗了。恭喜老师，这么一来，师姐也不用担心了。整天师姐师弟的，老夫倒是成了多余的。随后，独孤博拿出一瓶药，燕燕，这个给你，每天1枚，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。爷爷肯定让你健健康康的。谢谢师弟。怎么成他的功劳了？您忘记药引了，而且没有师弟，您能研究出解药？这还是亲孙女吗？老师，您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想和您说。独孤雁不满地撅着嘴，和蛇山一起离开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明天要去拜访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，您和我一起吧。你要见宁风致做什么？这件事想好怎么骗为师了？小鬼，你真当老夫这几十年的饭白吃了？早他妈发现你不对劲了，不由得苦笑。颠三很多事完全不需要说，人家就当看不见，比如玄天宫，比如各种暗器，比如那和正常小孩不一样的成熟，而自己辛辛苦苦编好了，人家却一眼发现配角和主角的差距这么大吗？行了，为师懒得管那些，你也别瞎编乱造的骗为师，直接说你想做什么，需要为师怎么配合。我也不纠结，缓缓地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饶是独孤博有了准备，依旧被惊得差点跳起来。你有把握吗？本来没有把握，不过有老师在把握就大上不少。老师您是天斗皇室的供奉，谅他宁风致也不敢胡来。第二天，独孤博带着我和独孤雁去了七宝琉璃宗。当三人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有4人已经在等候了。宁风致、宁荣荣、剑斗罗陈星、古斗罗古荣，显然给足了面子。宁风致、剑兄、古兄，好久不见！欢迎独孤前辈，老毒物你又突破了，侥幸突破了1级，依旧比不上2位。不错嘛，老毒物，有时间较量一下。几人走进七宝琉璃宗。蓉蓉，你不是要和燕燕较量一下吗？去吧。走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小心一会儿，我揍得你哭。谁哭还不知道呢。对此，在场的几个人都没有在意，2个小丫头的斗气有什么值得看的？更何况有七宝琉璃宗的高手在一旁观战，想出事都难。小林，你每一次都会让我惊讶，有30级了吧？怎么不去获取魂环？剑骨2位封号斗罗同时惊呼一声，目光直直的看来。独孤博都惊呆了，啥玩意？自己弟子30级了？面对4人的视线，我头上冒汗，原本准备好的话全被塞回了肚子里，被发现了，怎么可能？宁风致的七宝琉璃塔还有这功能吗？小林别紧张，叔叔只是比较好奇。当然，对于你7岁就能魂力30级，叔叔也很惊讶。宁宗主，小鬼的一点小事不值一提，还是说说我们的目的吧。独孤博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孙贼，咱们回去再算账。宁宗主，我想和七宝琉璃宗做一个交易。交易什么？我要1块魂骨，最少3万年。宁宗主如果肯答应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。宁风致3人纷纷睁大了眼睛。小鬼，一个消息你就要1块万年的魂骨，你疯了还是我们疯了？魂骨何等稀有，任何1块魂骨的出现都会引发腥风血雨，更何况1块3万年的魂骨，那完全是无价之宝，包括武魂殿的很多封号斗罗身上都没有6块魂骨。如果这个消息事关一头10万年魂兽呢？而且还是一头化为人形的10万年魂兽。此话一出，气氛顿时变得紧张，桌子上的茶杯都被魂力震碎了。剑骨2位封号斗罗的气息凌乱了。独孤博悄无声息地给我输送了一道魂力护体。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，那确实值1块3万年魂骨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卖给我们？不是不想要，而是做不到。这句话再次让七宝琉璃宗的几人皱眉。任小林的身后可是有毒斗罗，他却说做不到，这就值得深思了。这头魂兽有主了吗？算是吧。小林，我不是怀疑你，如果这头魂兽已经被人抓了，我们总不能打上门去讨要吧？看来这交易是做不成了，那就算了。等等，到底是孩子沉不住气，叔叔什么时候说这交易不进行了？宁宗主肯交易？当然，不过我也有要求，小林，你必须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关于10万年魂兽的事全部告诉我。没有问题。稍等，我去取魂骨。随后，剑斗罗和宁风致一同离去。小家伙真了不起，才7岁居然面不改色的和风致做交易，除了太子雪清河，你是我见过的第1人。都是老师教得好。得了吧，这个老毒物教你杀人，教你配毒，我倒是相信。你说他教你这些，老骨头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老夫？2位，咱们是来谈生意的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古斗罗大人，您也不想一会儿的消息里我忘记某些关键的东西吧？毕竟记忆这玩意儿容易出错。好小子敢威胁我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您息怒，蓉蓉大概要和我组武魂战队，我一定多多照顾她，绝不让她受伤。古荣又是一阵翻白眼，这个小鬼居然2次威胁他，该怎么做才能给他一点教训？此时七宝琉璃宗，剑斗罗看着宁风致将1块晶莹的左腿骨收进储物装备内。风致，你真要把这玩意给那个小鬼？不然呢？交易完后干掉他们，以我和老骨头的实力，有你辅助，那老毒物都逃不掉。不可能，独孤博是皇室供奉，和血腥亲王关系极好，他敢孤身前来，不可能不做安排。皇室又怎么样？他们最近的一些小动作，老夫早就心生厌烦了，正好给他们一个教训。这是没有
办法的事。剑叔，您觉得任小林怎么样？不错，能面不改色的和你交易，又有如此天赋，30年后肯定是个人物。唐昊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大概要被打破了。那您说他和蓉蓉怎么样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不是说这小子和独孤博那孙女？那又怎么样？正好能把独孤博一起拉拢过来。剑斗罗又是一代。宁风致突然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。剑叔，太过得意忘形了，否则皇室不会针对咱们。他刚刚接手七宝琉璃宗时，不过40余岁，正值壮年。他本人又有能力，手腕高明，运气也不错，正好赶上昊天宗和武魂殿发生冲突。本以为要发生一场影响整个魂世界的大战，谁知道昊天宗缩脖子了，武魂殿也受到一定影响，这给了七宝琉璃宗发展的机会。短短的10余年时间，宁风致就带着七宝琉璃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他本人更是收下天斗帝国太子为徒，何等风光！结果呢，武魂殿看他不顺眼，皇室暗暗针对他。这2年宁风致是真的累了，他已经在考虑几10年后宁荣荣能不能接下七宝琉璃宗这个庞然大物。和蓝电霸王龙这些强攻系武魂不一样，七宝琉璃塔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力，所以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只能仰仗其他人。他们这种情况放在武魂殿和7大宗门中也是独一份，这无疑又增加了难度。所以宁风致开始考虑从小培养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让他和宁荣荣一起接手七宝琉璃宗，实意就是他看好的人之一。谁曾想冒出来一个鬼才任小林。沉重的木盒放在了桌子上，宁风致将其打开，一枚晶莹的左腿骨出现在几人面前。这是我七宝琉璃宗的一位前辈死后所留，4万多年的飓风亚龙左腿骨，请前辈检查一下。独孤博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上前，简单的检查之后点了点头。我上前一步，直接拿起了魂骨收进百宝囊内。这东西归我了。这一幕看得独孤博头皮发麻。当然，这块魂骨属于你了，只是我明白，那头10万年的魂兽在我的家乡诺丁城，或者说诺丁初级魂师学院，一个偏僻的魂师学院。这一点倒是正常，10万年魂兽化形后都会选择这样的地方。小林，为什么你自己不要这人形魂兽？这可是一个10万年魂环和魂骨。我最近看了很多书，了解不少大陆上发生的一些事。那头10万年魂兽的身边出现过一个打铁匠，名叫唐昊。宁风致和剑骨2位封号斗罗相互对视，心下了然，这就不奇怪任小林为什么选择将秘密卖给他们了。唐昊很强，至少独孤博完全不是对手。小林，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之所以选择七宝琉璃宗，是因为你知道我七宝琉璃宗有实力得到魂兽。这是双赢，不好吗？有好处大家一起来，又不是一次性买卖。宁风致赞许的点了点头。小林，看梦神姬的样子，是准备让你们组魂师战斗，也许在7年后会让你们参加一届魂师大赛。蓉蓉这孩子被我宠坏了，多多费心。宁宗主放心。叫什么宁宗主？不要见外，叫叔叔就好。独孤博古怪的看着宁风致，眯了眯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之后宁风致热情的招待几人喝茶，又安排了一个小范围的饭局。至于独孤雁和宁荣荣他们的战斗，几人提都没有提，而且打完之后3人都是气鼓鼓的过来，估计谁也没有占到便宜，这倒是让我有点惊讶。我赢了，把宁荣荣狠狠的教训了一顿。只有2个魂环，我估计会输，可是我有一个高达5000年的魂骨，怎么可能会输？那为什么你在吃饭的时候气鼓鼓的？废话，在人家的地盘上揍了人家闺女，你不装一下，总不能指望爷爷吧？人家2位封号斗罗单独拎一个出来，他都打不过。独孤博好悬没给气昏过去，这小丫头太放肆了，现在都敢嘲讽自己了。我也是一阵哭笑不得。先去冰火2仪眼吧，有点东西该给你们了。说到这个，小子，你是不是该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突破30级了？师弟30级了，第2魂环才获取几天啊？这是飞起来了吗？不是我想瞒着你们，主要是太快了，我担心吓到你们。把我一通胖揍之后，独孤博舒服了，在七宝琉璃宗受到了惊吓，又被自己孙女给鄙视了，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。师姐，你怎么不救我？你需要吗？你都30级了，你不是也快了吗？你刺激谁呢？我才25级。随后独孤雁的神色转为呆滞，独孤博也懵了。只见一个木盒子出现在我手上，强大的魂力充斥整个马车。小鬼，这东西你要给燕燕？对，我要给我的亲师姐。这难道是4万多年的飓风左腿骨？师姐，我确实30级了，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想和你一起晋级。有了这块魂骨，你的魂力肯定进步飞快。不等独孤雁回过神，我已经拿起魂骨按在了他的腿上。独孤雁闷哼一声，连忙闭上眼睛开始消化这庞大的魂力。不一会，独孤雁醒了，抱住我就狠狠地亲了一口。师弟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感觉我都要离不开你了。那就别离开了，要不我把小青送给你吧。师姐，不要胡说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当然，师姐如果坚持的话。燕燕魂力提升了多少？2级多，接近3级。爷爷，我觉得最多1个月我就能晋级28级了。不错，小鬼，冰火2仪眼那里，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？是仙草吗？对，我最近翻阅了天斗皇家学院内很多的古书籍，得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。有把握吗？老师放心，我绝对不敢拿你和师姐的命
开玩笑。独孤博微微颔首，对于小林，他现在很信任。独孤雁更是整个缩在我怀里，他一直都相信师弟。冰火两仪眼，我带着独孤雁和独孤博来到了几株仙草面前。经过我这一段时间的研究，这几样仙草比较适合两位。血色天鹅吻，剧毒仙草，微量就可以毒杀封号斗罗，但是它却是最纯净的毒，用它取代原本的毒，老师和师姐的武魂有很大的可能进化。八瓣仙兰，药性柔和却极为醇厚，吸收容易，药性散发却需要很长时间，能疏通经络，奠定根基。九品紫芝，此物虽不是仙品，却也有固本培元、益气增功之效。这个东西，我建议师姐和老师各自服用一半。水仙玉鸡骨，功能润筋补骨，气通七经八脉，这是我认为对两位效果最好的仙草。燕燕，你服用血色天鹅纹吧，你的碧鳞蛇就能进化成为碧鳞蛇皇，甚至更强。师弟，你怎么看啊？师姐会这么问，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？我的建议和师姐一样，让老师服用血色天鹅纹。我服用之后，最多让碧鳞蛇进化成碧鳞蛇皇。爷爷服用的话，也许会化龙。那燕燕你，我用八瓣仙兰吧。既然是仙草，我想帮我进化到碧鳞蛇皇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即使这一次进化失败了，后面不是还有其他仙草，总能帮你推上去。那不行，总要为咱们的孩子考虑一下，不能全给用了。我和独孤博都是一脑门子的问号，想的真多，真够久远。三人又在冰火两仪眼开启了闭关。外界在确定了消息后，宁风致就开始做准备。他已经付出了一块4万年的魂骨，这头10万年的魂兽他志在必得。如果有机会将唐昊一起干掉，正好他身上也有不少魂骨。1天后，宁风致就带着剑骨2位封号斗罗悄悄地出发了，又回冰火两仪眼了。雪清河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眉头紧皱。记忆中的那个他不可能这么勤奋，究竟哪出了问题？对了，少主，根据情报，任小林很可能30级了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这是来自七宝琉璃宗一位高层的情报，非大事不上报。不对，不对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勤奋的人。比起修炼，他更喜欢勾栏听曲，流连于花丛之中，醉生梦死。记得他成神的时候，都已经80多岁了。难道因为我的出现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？武魂殿和斗罗殿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，大供奉只是让您注意安全，如果有意外要及时撤退。那个女人呢？没有消息。雪清河冷笑一声，虽然早就有了预料，可是真的听到这样的话，他还是会感到伤心。那是自己的母亲，可是他却憎恨自己。父亲当初就应该将武魂殿给予那个女人的一切收回，然后把她扔出武魂殿，看看她会不会后悔。可惜父亲选择用不光彩的手段，强行将那个女人留在了身边。比比东错了，可是父亲难道就对吗？父亲愚蠢，比比东愚蠢，但是一切的错误源头都是玉小刚那个人，他该死。当我从沉睡中苏醒，时间已经过去了3天，独孤雁一下子跳进我怀里。师弟，猜猜我多少级了？9品紫芝你们也服用了，师姐最少30级了。聪明，咱们一会儿一起去获取第3魂环。老师如何？独孤博自傲一笑，魂力爆发，2黄2紫5黑9个魂环出现，同时他的身上浮现出一抹细密的鳞片，2根弯弯的龙角自头顶出现。第7魂技武魂真身，第7魂环猛然亮起，独孤博发出一声龙吟，整个身体开始无限放大，一头仿佛由翡翠打造而成的巨龙出现在面前，龙威肆意的绽放，庞大的压力让人窒息。小林，多亏了你，我有一种预感，距离96级不远了。现在的独孤博属于封号斗罗中的强者，他真正拥有叫板那些顶级封号斗罗的能力了。像蛇龙刺血这样的封号斗罗不是他的对手，月关和鬼魅也不用放在眼中，即使是剑斗罗以独孤博的翡翠龙照样敢碰一下。师弟，看看我的！一条同样仿佛翡翠打造的蛇被独孤雁照出，这是碧鳞蛇皇，怎么和老师的完全不同？小鬼，咱们一开始的推断错了，燕燕似乎走上了另一条路，她的武魂拒绝了化龙，很多人都认为龙才是一切的顶端，可是有一些生物对龙极度排斥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返祖将自身的种族发挥到极致，一样不比龙差。那师姐这，我们实验过了，燕燕的碧鳞蛇皇丝毫不畏惧我的龙，这让我想到了很多顶级的生物，比如暗金恐爪熊，那玩意儿简直强得吓人，你让它化龙，它弄死2条龙给你看看。恭喜2位了，老师的话未来有机会冲击99级，师姐的话封号斗罗应该问题不大。哈哈哈哈！正好事情办完，咱们现在去获取魂环吧。3天后，总算是给独孤雁找到了一条让他满意的魂手，通体金色，长度超过3米，所过之处地面都是一片焦黑。在见到我和独孤雁后，更是主动发起攻击。蛇是冷血动物，属性一般都是毒属性或者水冰这些偏寒的属性，实验金蛇却是一个例外，它是火属性的，擅长火毒，喜欢吞噬火焰，拥有相当强大的攻击性。1900多年，虽然偏高，但燕燕绝对没问题。很快，一枚紫色的魂环漂浮在实验金蛇
蛇的尸体上。独孤雁立刻上前开始吸收魂环，吸收的过程很顺利。半个时辰后，两黄一紫三枚魂环就围绕着独孤雁浮动。焰魂技是什么？火毒。独孤雁紫色的第三魂环突然亮了一下，她的红唇张开，一道微红射线贯穿了10米远的一棵树，树快速的燃烧起来。大树被贯穿的瞬间，周围已经布满了毒液，贯穿毒性和火焰3重伤害。不止。独孤雁身上的魂环又亮了一下，她张嘴喷出了一团红色的毒，所过之处所有的花草树木先是变黑，然后快速的燃烧。2个魂技，一个单攻，一个群攻。你该不会吸收了魂骨吧？事实就是2个魂技。至于魂骨，我身上还是那2块5000多年的右腿骨和4万多年的左腿骨。不过说到魂骨，在我的武魂进化之后，我感觉这2块魂骨相互之间似乎有了联系。5000年的右腿骨来自地穴魔蛛，4万多年的左腿骨来自一头亚龙，它们之间怎么会有联系？不知道，本来感觉很淡，吸收第3魂环后，这种感觉明显变强了。也许是武魂进化带来的变化。既然你说吸收第3魂环后变化明显，那就等第4魂环吧。对了，师姐，你现在多少级了？34级。恭喜！小鬼，那有一个狡猾的家伙，也许实验金蛇的死吸引了他，准备过来占便宜。我定睛看去不禁乐了，那是一头浑身上下都被黑色甲壳覆盖的蜘蛛，最让人在意的就是它的下腹，那里有白色纹路形成的凝恶人鳞，是一只15000多年的人面魔蛛。你能行吗？再好不过了，蜘蛛类不到2万年，哪找这样的好魂兽去？人面魔蛛这种魂兽的魂环可不好吸收，而且这是1000年跨越到万年的一个过程。人面魔蛛躲藏在草丛里，小心翼翼地注视3人。突然他察觉到了什么，猛地跃起，对着3人喷出了一道蛛网，然后扭头就跑，丝毫不见犹豫。果然狡猾，发现不对劲，立刻撤退。我武魂附体身上浮现出2枚魂环，第2魂环猛然亮起。猪毛阵，在人面魔蛛逃命的前方，突然出现3枚猪毛挡住他的去路，同时1枚猪毛在脚下刺出。人面魔蛛依旧没有一点犹豫，拼着被猪毛刺伤，调转了方向继续跑。小鬼，你的毒对人面魔蛛有用吗？不知道，等一下吧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只见人面魔蛛刚跑了10多米，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，身体不停地抽搐，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这么毒，不会是装的吧？确实中毒了，你的毒不会还在增强吧？这谁知道？我也不可能对着老师来上一下，试试你能撑多久吧。少废话，快弄死他！不着急，怎么说都是万年魂兽，保险一点，让我的毒消磨他一段时间。我的毒不光针对肉体、魂力和神经方面也会中毒，让他全方面的削弱吧。时间慢慢的过去，人面魔蛛开始颤抖，口吐白沫，最后变得疯狂，直接站了起来冲来。可是他只是走了2步，就重重的摔倒在地。人面魔蛛足，一枚黑色的魂环漂浮在半空中，那是何等的深邃，充斥着力量感。小鬼加油！你前面2次都得到了魂骨，这一次肯定也没有问题。为师等你的第3块魂骨。万年魂环那狂暴至极的力量仿佛要将我撕碎，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，头上青筋暴起，指甲深深的刺进掌心，同时一股强大的精神力仿佛利剑一般刺进脑海。这一刻我简直有一种要疯的感觉。所幸底子后天资高，3个时辰的激烈交锋后，万年魂环被成功吸收，成功了。这是我的师弟，第1魂环1000年，第2魂环5000年，第3魂环15000多年。敢问整个斗罗大陆，除了任小林还有谁？我厉害吗？厉害，太厉害了！独孤雁上前一把抱住我，独孤博却将2人推开，在人面魔蛛的尸体上寻找起第3块魂骨。老师，您想太多了，这头人面魔蛛没有魂骨。魂技是什么？一个群攻魂技，名字叫猪毛剑阵。我的第3魂环亮了一下，一根根虚影猪毛如同利剑一般刺向独孤博。独孤博探出手指，将其一一击碎。这个魂技很强，每一根猪毛的力量都接近魂宗，不愧是万年魂技。小鬼，你能用几次？现在的话，2次有余。你小子现在的魂力多少级？不会是40级吧？怎么可能？和师姐一样，34级。见2人同时松了口气，我欲言又止，其实挺想说自己已经34级顶峰了，估计用不了10天8天就能突破35级。随后我和独孤雁连独孤府都没有回，直接去了天斗皇家学院。梦神级大人在开会，一会辅导你们，看样子你们的实力又有了飞跃式的提升。我率先亮出自己的魂环，第3魂环就是万年，那第4魂环岂不是要2万年以上？以此类推，你将比正常的封号斗罗多出2个5万年以上的魂环，甚至更多。独孤雁也亮出了自己的2黄一紫3个常规魂环，只是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忍不住惊疑一声，诧异的看向自己那双修长的美腿。看样子不用等7年后了，2年后的高级魂师精英大赛，你们2人就能去试试了。老师，您要是有事，不如先去忙，我们知道上课的地点。看着离开的海洋，2人长长的松了口气。师姐，你怎么回事？刚刚有点不对劲。我的魂骨
似乎出了一点问题，什么意思？两块魂骨好像在融合。我细细的用魂力探查一番，两个魂骨之间居然建立了联系，仿佛用魂力搭建起了一个桥梁，居然在相互流动。师姐，你现在开始修炼。一番修炼之后，我的神色更加的复杂了。师姐，感觉有什么不对吗？修炼的速度似乎慢了一点。那就对了，师姐修炼的一些力量流进了魂骨里，准确的说，流进了那块5000多年的右腿骨里。怎么回事？这又不是催动魂技，只是正常修炼，怎么就流失魂力了？也许是一件好事。根据我刚刚的观察，师姐你这两块魂骨发生了变异，它们似乎在融合，但是等级相差太大，因此它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。所以5000年的右腿骨太弱，它就要吸收我的一些魂力进行晋级。对，吸收之后，它似乎有点强了。以前是5000年，现在有7000年的评级了，相对左腿骨的等级有所下滑，不过幅度不大，大概下降了接近1000年。对了，师姐，你武魂附体后再修炼看看。武魂附体后怎么修炼？那只会不断的消耗魂力。别管这些，你先试试。独孤雁快速的进入武魂附体状态，一双修长的双腿缓缓融合成蛇的尾巴，就是这个，两块魂骨会融合。我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蛇尾。